为夺亿万家产，堂妹竟伙同亲戚筹集数百万资金，找上本市最大的黑道势力老大，不仅要趁二爷还在手术中下杀手，甚至还额外多花100万要砍下我扇他巴掌的一只手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位黑老大竟是我过命的兄弟。我有个初中同学，他叔叔是荣城很厉害的老大，你问问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出钱，我联系人，想办法把二爷弄死，到时候每家掏一笔钱给替死鬼做补偿。你这是不是？爸，那可是一人几千万，你不想要吗？五叔当然想要，可是让他参与谋杀一个人这种事情，他想都没想过。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人，还是我从前那个乖巧懂事的女儿吗？这些年她究竟经历了什么？怎么会变得如此心狠？爸，这种事情不能犹豫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我就自己来。但以后要是分钱，他们说你没参与，不愿意分给你的话，我也没话说。一听这话，五叔就有点动摇了。如果是几百万，他还可以咬牙放弃，这可是几千万啊！等你拿到这笔钱，不管是移民海外，还是在国内提前退休做个富家翁，都足够用了。你放心，我找的人很可靠的，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，只要钱给够，什么事都能办。在他的威逼利诱下，五叔终于失去了最后一丝人性，咬牙点头。行，我找他们几家的人过来问问。没多久，五叔就把其他几家人喊了过来，但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劝说，直接都点了头。行，那我们一家出100万，加起来总计500万，买二爷这条命。叶家田说完，就拿出手机给自己的初中同学打了过去。好，到你公司谈是吧？我马上过来。挂了电话，叶家田就来到了公司。哟，老同学，几年不见，又好看了啊！眼前这个人叫严黎明，是叶家田的初中同学。不过你这脸是怎么回事？被人打了？被狗咬了而已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找个地方谈吧。行，那就我叔叔的办公室吧，刚好他今天也在。两人来到办公室后，严黎明介绍道：叔，这是我初中同学叶家田，他找咱们帮个小忙，你看有没有时间跟他谈谈？呵呵，既然是你同学，当然有时间。来，那边坐下说吧。老 K 最近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，因为他跟叶枫的关系，就顺势搭上了葛清泉北区项目黄沙水泥的生意。粗略估计，最少能为公司带来几个亿的利润。没计较叶枫的那点小过失，却换来几个亿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啊！叔叔好。好，坐下说吧。你这脸怎么回事？被人打了？谁打的？说出来，我帮你报仇。我叔是最护犊子的，谁得罪你，你跟他说就行，保证让那家伙吃不了兜着走。叶家田听得心里一喜，很是得意自己找对了人，是一个叫叶枫的，前几天还挺出风头的，你们应该都听说过吧？不过他其实没多大本事，全靠他老婆才翻身的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老 K 脸色微变，阻止了一旁要说话的人，伸手拿出手机悄悄打开了录音功能，然后才笑眯眯的道：然后呢？您不知道叶枫这人有多狂妄，简直蛮不讲理，他开车把我们拦在路上，然后叶家田添油加醋的把叶枫抹黑了个遍。严黎明连忙下意识看了眼自己的叔叔叶枫，那可是叔叔的贵人啊。那你想让我们怎么做呢？叶家田看了看其他人，意思很明白，有些话不能随便当着别人面说。呵呵，这几个都是我过命的兄弟，信得过。就算他们现在不在，无论任何事情，我以后也都会和他们说的。那我也就不瞒各位了，我那个二爷爷已经糊涂了，早就该死了，现在发了病，强行救回来也白搭。我也不求别的，只想让你们想个法子，你们懂吧？老 K 做出一脸不解的样子。懂什么？你说的啥意思啊？说清楚点，是让我们帮他找医生，还是怎么的？妈的，开这么大的公司，连这种暗示都听不懂。叶家田咬咬牙，干脆直截了当的道：我想让他死，你们想办法。如果他真从手术室活着出来了，也要让他在苏醒前死掉。我这有200万，可以当定金，事成之后再给300万。哟，还挺大方的，500万买一条人命，这可比我们年轻时的价码贵多了。我个人再出100万买叶枫一只手，不过这笔钱得等我们拿到遗产才行。一只手100万也挺贵的，你介绍的这活不错啊。我不是。行了，小姑娘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把门关上，然后和你仔细说道。我去关就行了。叶家田立刻讨好的跑过去把门关死并反锁，而老 K 等人看着他殷勤的模样，表情愈发古怪起来。你刚才说500万买你二爷爷的命，100万买叶枫的首饰吧？对，如果你觉得不够，我们可以再谈谈，只要能把这2件事办成，我什么都愿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来之前你难道没打听我跟叶枫是什么关系吗？你和叶枫认识？叶家田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，他想也不想的爬起来就要跑。我叔叔还没跟你说完话呢，你跑什么？你们别乱来，我爸知道我在这，如果我出了事，他会。你爸能生出你这样的畜生，我还真想看看是什么狗东西。我累了，你们上吧。其他人闻言顿时蜂拥而上，对着他各种拳打脚踢起来。叔，这事咋办？让叶先生知道了，会不会多想？那我们就过去解释呗。叶先生又不是傻子，你当人家像这个女人一样没脑子？走，咱们给叶先生送礼去。